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侦查君普文。今天又到了普文讲茶的时间。前几天一个茶友寄过来一些茶，叫普文帮忙品鉴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茶友寄过来的一些茶，有老班章，有布朗山的，还有一个是华族良子的啊，都是寄了一泡。我们先来试一下，依次给大家来评测这个茶。那我们今天先来试这个华族良子啊。好，我们先把茶倒到玻璃给大家看一下，字形都比较细碎啊。冲泡之前，我们首先来温一下盖碗与公道杯啊，8.5克啊，我们全部把它投到盖碗里面去。这个茶找到一根羊毛，有一根羊毛。好，我们用开水来冲泡啊，单边注水。因为是散茶了啊，我们就出开汤的时间稍微快一点，因为我温过杯子，它的杯内的温度就相对来说比较高。这个盖碗干非常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汤色，汤色是非常清透的，但是汤色当中它会有一些白茸茸的啊，并不是茶叶啊。杀青火温从这个热汤箱当中看啊，它的杀青火温是有点高的。把这个汤倒了，我们来闻一下杯底香。它是什么香？热杯香，它还是带有一点点花香，这个说明这个茶汤凉的时间有点过了。待会儿我们可以从它的叶底当中可以做一些评判。公道杯冷了啊，我们来闻一下这个杯底香，它还是有点花蜜香啊。一会儿普文再给大家解释它为什么杯底香会有一个花蜜香。好，我们来冲泡喝的第一泡，也是单边注水，单边出水，水溢过这个茶叶即可。盖碗里面的水一定要倒进这个茶，出来的一个茶汤颜色比较金黄。大家看一下，这个通透度就不是特别高，它有里面还有很多的浮点，而且这个上面的浮着的白泡沫它是不会消的，放半小时它也不会消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白糊膜在上面不会消在制作过程当中它是有个发酵程度的，待会儿我们一看叶底就非常明白。喝一下这个茶，香气是一种花蜜香，入口苦很高，但是它化的还是比较快，茶气比较足，水细度非常好，但苦底有点重，火温有点高，它还能喝出一个绿茶的那种味道。这个茶普文现在给大家估计，这个茶它是萎凋时间，就是汤凉的时间它会比较长，长了之后它的杀青的火温会比较高。我们从这个汤中的一些杂质一些糊点能看出来，这个茶杀青时间比较长。好，大家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杯底黑点点比较多，待会儿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叶底，还有大家看右边是不是白糊膜比较多，杀青的熟度比较高，所以会产生这些白糊膜。有一个杀青完之后还有一个焖的工艺，这是必然的，所以它的汤色它会比较深黄，但是它不是那么清透了。这个汤色茶它做过微发酵。喝的第二泡快出汤，蒸津能力比较强，喉韵相对来说比较好，它已经有出来了。但是我们再看这个汤色，白泡沫为什么会这么浓郁？其实普文给大家讲一个案例，你在重杀青和轻微的焖的一类茶，在进行揉茶之后，它的果胶茶叶当中的果胶在外表依附的比较足。好，大家再来看这个茶汤，它的制作工艺非常一般。你看茶汤里面这种白色的漂浮物比较多，它并不是茶好，这就是有焖过的一个状态之一。大家在日后的品鉴当中出现这些，大家就知道了什么叫焖黄。这个茶气还是比较足的味上都比较重。其实像这样的味道在凤庆的茶都能做出来，不是做不出来。只要有这么一个焖黄和重揉的一个工艺，它一定来出来这个味，有花蜜香味。好，我们来焖它3分钟，
看一下这个汤色又会怎么样，让大家来做一个评判。好，这个茶焖足了3分钟啊，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一会儿再来评判一下这个叶底。普文更深层次的给大家来讲述，这个汤已经是深黄色的一个汤，但是我们从汤中依然能看到很多漂浮物啊。这个汤一直泡下去，它一直都会有，哪怕你泡到10泡，它都会有。普文是检测，没有用过滤网，闻那个汤就会能闻出一些发酵的问题。好，普文来品鉴一下这一个，看一下是不是像红茶了。骨底很重，但是整体来说它的骨底化的还算比较快啊，水很细。一般茶叶经过发酵之后，它的水路会变细，这是一个制茶当中的一个学问啊。如果绿茶的话，水那么细，哇，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茶了啊。好，我们把叶底啊拿出来，在一个粗糙的木板上给大家来做一个检测。大家看这样一个叶底，这个茶并非是大叶种茶，这个是草湖的一个黑点啊。像这个茶，它是采摘之后啊，就是5到了，杀青的时候闷到也是这种，或者萎凋的时候啊，时间过长了，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茶是叶底啊变成红色了，看一下这个叶底，它的嫩绿度它是不高的。你像这个是草湖的黑点，非常明显，草湖了，这都是草湖了。你看，糊的有点厉害。然后像这种黄色的是啊草湖的啊，都是焖过的，很多草湖的，就是焦香味啊，我们只能这么说啊。你像这些叶面都是不均匀的，而且这个叶底是焖过的，大家很好判断，一捏就服了。这就是普文教大家的一个焖过的茶，一捏就服了。这有绿茶的叶底出现了，因为如果这个茶打的是华族良子啊，这个华族良子啊的价格，古树茶的话啊，可能是几千块钱1公斤，这是最正常不过了，而且是在普洱茶界当中，它也是较著名的一个山头。制作工艺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这个朋友啊，如果是花几千块钱买的话，他肯定是上当受骗了。这个实话实说，不是普文对这个山头不认可，总体来说，这个茶的生态来说它是可以的，因为喉韵相对来说比较好。今天关于这个朋友寄过来的这一款华族良子，就为大家评测到这里。大家总结下这款茶的几个特点：汤凉时间是过长的，还有杀青的火温是过高的。火温在杀青的过程当中，它是没有掌控好的，还有它的杀青熟度太高，这款茶没有储存价值，而且糊片比较多，还有它经过一杀青完之后，没有及时是一个焖着的一个状态，让它在焖着，然后让它自然的凉了。其实这是一个焖发的一个过程，所以汤色出来，所以它的颜色整体偏金黄。为什么在往期的视频当中，普文都讲黄金汤的晒青不适合拿来做储存，它的转化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好，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评测到这里，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讲解，真实的评测。谢谢大家，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我们下一期节目见。